稀释，冉冉刻画在我胸，一点一滴诉衷曲，一景一幕在心中，回想过去之种种，无限感怀在心头，共同开创起新版，丝毫宝林重散播，多少期望几人真心把刀红，苦心莫白费血汗莫白流，不管路程有多远，我永远带着你走，只要想起我，我就在你心中，只要有困难，我就在你身旁护佑。我要牢牢地牵住你的手，勇往直前，所有困难突破，不管这条路有多坎坷难走，不管前方路多少风狂雨骤，志不移，愿不改，直到真正成佛。好，大家好，欢迎收看马不停蹄，掌声鼓励一下。又过一个月了，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碰面也非常开心。但是在活动进行开始之前呢，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分享、按赞、点铃铛。对，好，记得分享、按赞、点铃铛哦。没错，分享、按赞、点铃铛。你知道吗？听说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是什么呢？马今天要讲什么吗？他要分享就是我们前人老的修办精神跟忠义的道风。所以在开始之前啊，还是要让一些人能够赶快进来，所以就分享一下。应该大家都知道，你从小也有见过前人老好几面。那大家都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前人老在你心中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吗？前人老在我心中的印象呢，其实就很像是那种很慈祥的老奶奶。因为小时候呢，我们其实过年的时候呢，马经理呢都常常带我们到玉龙跟前人老拜年。那拜年的时候呢，前人老总是会呢非常慈祥的、慈悲的勉励我们啊，要我们呢好好的在学校用功啊、读书啊，不要让父母担心。没错。那之后呢，回家的时候呢，他还会呢拿玉龙这边亲手做的一些点心啊，让我们带回家吃。什么点心？可能就是一些糕饼啊，因为过年嘛，对啊，甜点啊，吃个甜的这样子，所以都会让我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这个姑奶奶这样。那你呢？你对前人老有什么印象？其实从小也常碰到前人老，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前人老每次在慈悲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提醒一定要孝顺父母啊，孝顺很重要，因为他知道孝顺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很怕我们不孝顺，所以每次呢都会提醒一下，回家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亲。那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光会办活动的时候，然后前人老就把我们很多小朋友啊带到后台去聊聊天，然后学还记得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是什么？他说啊，你们会不会讨厌爸爸妈妈？讨厌爸爸妈妈？会不会跟爸爸妈妈计较？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你们父母啊都在道场牺牲奉献，所以偶尔啊会不在家，或者是常常不在家的。所以你们会不会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家而去
有点埋怨爸爸妈妈。可能就觉得爸爸妈妈都不关心我们啊。对，当然我们在那时候还小，不会啊，因为家里没大人也是很开心、很自由啊，对不对？爸爸不在家，没错，爸爸很凶啊。对，很凶。但现在长大之后回头一看，觉得父母亲的选择是对的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当然啊，因为如果在那个时候，父母亲啊选择陪伴在2个小屁孩身边的话，哇，那他们现在真的是应该蛮后悔的。所以他们现在把时间啊用在更多的众生的身上，其实比陪在我们身旁啊，就是化小爱效益啊大千百倍。对啊，化小爱为大爱的意思啊。没错没错。那现在人数啊已经也来的差不多了啦。那我们其实也不要废话太多，好啊，好不好？我们就马上进入主题。那我们欢迎马经理出场，掌声鼓励一下。好，线上的所有的各位同修，好吧，各位贤贤，大家好。录到了第3期，好吧，也是后学学习，把很多的经验谈来跟大家共同做分享。在忠义精神的第1部里面，也跟大家谈到了很多，好吧，前人不修习菩萨及各位祖先的前辈们的精神。所以今天继续延续着后学记忆中前人老的一些精神，来跟大家用故事来做一个分享。老人家时常讲，忠是忠于道场啊，忠于自己的职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应该要完成的使命，但是最重要是要忠于自己的职责，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叫做愿力在身，义呢叫做有情有义，不离不弃。在上一篇也谈到了不弃众生啊，不离不弃的不离众生。后学的印象当中，曾经听不修习菩萨老人家提到的，1948年，也就是民国37年，我们的前人不修习菩萨及各位前人同修，随驾的老前人离乡背井到台湾，在这段过程来到台湾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家也晓得了，开刀过程中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那段期间，又是思乡，又要生活，又要工作，又要养活自己，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前人啊，跟着很多的同修姐妹，大家都是刻苦克俭啊，大家生活中啊并不安逸啊，也并不怎么好过，所以老人家都坚守着愿力来到台湾，不把道办红展，不把使命完成了誓不回去。他永远记得在天津的大堂口，当要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前人不修习菩萨的父亲对着前人讲了一段话。我们过去都会说，我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要离开家乡踏上船的那一刹那，前人的父亲对着我们的前人说，既然要离家，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担起了普度众生的使命，那就必须怎么样成功再回来。所以你看那时候他的老人家就对前人一份期许，踏出去迈出去的这一步，那要等成功再回来，也叫做衣锦还乡啊。老人家永远记得这段话，我没有成功，我回去不能够见自己的父母，父母舍我在道场上牺牲奉献的办报，我一定要怎么样对父母有一个交代，这种交代就是自己的愿力，也对自己的一份期许。所以老人家真正就在这份的动力当中以及愿力之下，永远不敢忘记曾经许下的诺言。我在来到台湾的这个初期，生活很苦，很多姐妹们同修姐妹们受不了生活中的这份的辛酸，所以都奉劝着我们的前人。我看这个道场也没什么前途，老前人养着我们这一群人也够辛苦的。我们看一看道场没什么前途，我看我们就各自而走吧，各奔前程。在那个过程当中，同修姐妹们随伴着老前人同行的这些办道的人，也跟着前人讲这段话。我看到大姑生活并不好过，道场也没什么前途，又是关考又是语言不通，又是这么样的辛酸，又没有几个人可以办到。我看我们就各自奔前程吧。我们的前人看到同修姐妹一个一个的离开了老前人，离开当时曾经许下自己的诺言，来到台湾，随着度化众生。只有我们的前人想了这段话，老父亲说的不成功不回家，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又想到了我们的老前人，
奉着师母老人家的天命，来到人间是要普度众生，尤其是来到台湾才要刚开始，怎么就可以半途而废呢？所以前人老坚守着一份忠，对老前人的忠，我要忠于老前人，忠于我的前人，我要忠于我自己的使命，我曾经许下的诺言，对台湾的众生有一份期许，我就是再度回到台湾，我要来做普度众生，完成我的使命，完成我的愿力。各位在座的前贤，在这种环境之下，实在非常非常不容易。在他老人家辛苦的过程办道，随着的老前人走过的岁月，大雾慢慢的红展，道情越来越多，也可以看到前人随驾的老前人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崇德大悟也就蓬勃发展，由台湾到了世界各地。在这段时间，曾经伴随老前人来到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同行者，却又半途而废的这些的同修，他们生活好吗？前人老时常会问，我在道场沾到天恩师德，道亲这么多，道统这么好，一切都是感受到天恩，但是曾经半途而废的同修到底过得好不好？前人老并没有忘记同修同行的姐妹们，虽然半途而废，但老人家念念中还是有他们，不知道过得好不好。逢年过节总会去看看这些同修姐妹，所以当每逢过年过节，前人老见到这些同修姐妹，这些姐妹们都会对前人说，大姑啊，你成功了，我们很后悔，在当时我没有坚守愿力，忠于自己的老前人，随驾的老前人走完这段办道的路程，结果这些同修姐妹半途而废者过得并不如意，也过得并不幸福，有些过得确实很心酸，也过得很辛苦。我们的前人并没有忘记这些同修姐妹，逢年过节去看看他们，听听他们的话语，听听他们的诉苦，把前人老在鼓励他们，既然是这个样子的，也就好好修行，好好的生活吧。所以我们从这个片段中可以了解到，在最辛苦的时候，我们的前人没有离开老前人，在最心酸的时候，他老人家没有忘记自己的愿力，这就是忠于自己的前辈，忠于自己的前人，又忠于自己的愿力，又忠于自己的职责。所以各位在座的前贤，以前人的例子为例，我们今天更应该好好珍惜我们今天的立场。我们没有走过辛酸，我们没有走过辛苦，我们却有那么多同修，我们共同修办，所以我们今天更要忠于自己的职责，完成我们今天曾经来自上天对上天许下的诺言。我们在自己的各道场好好的修办，尽一份心力，走过了辛酸的路程。到了1980年，也是我们发一崇德最大转折的一年，在1980年。1980年是我们道场发生一次很大的一次的严重的考验。那个时候帮办前人的很多的我们的前贤，随驾在前人旁边的帮办的很多的我们同门师兄弟，却在这个时候远离了前人，而且毁谤了我们的前人。在1980年正在办道红展的道场，却突然来一阵狂风暴雨。就在这个时候，多少的人停下脚步，多少的人产生怀疑，多少的人离前人而去，多少的人远离了前人，却又加入了毁谤的语言。前人老在那个时候好像接受上天最大的考验，办一个成功者好像就在一个过程当中，需要在不经一番寒彻苦的磨练，或是一份考验，经上天来到人间最大的磨练，看看诚心在不在，看看愿力守不守。老人家在那个阶段身边剩下的几位常随众而已。大家看到的真的帮办前人的那个1980年的人都走了，佛堂停办了，道务停摆了。那一年的前人过着一个很心酸的年岁月，他老人家永远想着，为什么老天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考验？我从离乡背景来到台湾，我从台湾随驾的老前人走过了辛酸血泪，吃过了人间的苦受过了心理的折磨，受过了种种关考。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大悟正在红展当中，我的后学，我的众后学，帮办的众后学们，却在这个时候离我而去？为什么对道场会没有信心？为什么对道悟却没有深入的了解？因一点毁言谤语而离开了道场。
老人家那时候也是过着万般的痛苦，一个人就在狱笼里啊，往往在思考着如何再走下一步。各位在座的前贤，假设是我们碰到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受到上天给降到人间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考验，也许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就退到了，哎呀，算了，没有人了，我们也休息吧，算了吧，大物也已经都不在了，是否以后再说吧。老人家并没有这么想，老人家在停顿当中更奋发积极，想着自己的愿力。我既然来到台湾，我为了舍身办道，我离开了父母，就是为了普度众生。我随家的老前人，觉得完成了把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这一点考验，我不能够因此而挫折。虽然道经少了，虽然佛堂停办了，有多少我们重新再开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再出发。就想着这句话，天下没有通不过的火焰山。所以呢，前人就在这个阶段当中，从台中再度单枪匹马走上台北，再度开创所有的大物。这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辛酸过程里，老人家没有放弃，就在前人用心的经营，在大家慢慢的归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走过多少辛酸血雨，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前人没有任何的一句怨言，回来的人没有假以颜色给他们看，反而还鼓励他们，让我们一同好好修办。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前人老在对身边的人讲了一段话：我们虽然走过了过去，曾经在大物发展中，却又面临那么大的考验，没有关系，让我们好好调整自己。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前人老就想到的，我们应该来学上天忠的精神，学效法关圣帝君忠义的精神。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前人老就在台北道场成立了忠义之班。我们要忠于上天，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自己的使命。我们要有义气，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后学。虽然我们曾经走过考验，但是过去了，我们重新再开始。老人家1980年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单枪匹马，独自再度开创，才有今天的我们发一通的现今的9大道场。老人家也就因为经过这个考验，才真正晓得一个办道的人一定要不能够离开2个字，一个就是忠。没有忠，我们谈不了义；没有忠，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带来普度众生的职责扛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如果没有义，我们不会照顾我们的后学，照顾我们的道亲。所以他老人家就一生以忠义为精神，所以忠于职责，再累一天当做3天用。身体不好，想的都是自己的后学。他老人家就是这份精神。回想在1980年过后，老人家的身体也并不健康，所以那个时候老人家很卖力的，也就是在做复健。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老人家的腿无力，每一天就是锻炼自己，因为老人家讲我要站起来，我不站起来，我没有办法走进道场。我不站起来，这个时候道场正在关键时刻，没有人来带，刚好开着清净班众多的清净人员就看着前人老在2位的前贤的扶持之下，无力的走上了讲台，坐在了讲桌上，用尽了苦口婆心讲了一篇劝化菩提心，感动所有在场的所有清净人员。看到我们的前人在苦难中，老人家站起来，在身体不好中，老人家不放弃他的重后学，忠于自己的职责，却又怎么样照顾了自己的道亲，忠义精神展露无遗。所以那一场清净班的劝化菩提心，也又无形当中带动着整个崇德道场，在前人的精神感召当中，大家各自奋发，回到各道场，回到各佛堂，回到各个岗位，回到个人的职责，重新再重发心愿，愿力再起。崇德是在那一场，因为前人老现世的忠义的精神，现世的菩萨来到人间救世的精神，那么这又把我们崇德重新带上来，一直到今天。所以这些片片段段讲起来都是忠义的故事真的很感人。各位在座的前贤，前人老不修习菩萨时常讲，我的因缘比人家好，感谢天恩师德。办道的祖先很多的前人来到了台湾但他们办的并不见得很出色。所以有一次在总会联谊的时候我们崇德人最多，大家都围在前人的身边。在早上晨运的时候，大家跟着我们最敬爱的前人，大家谈天说地，
聊天说话，一群人围着我们的前人，老人家远远地看着远方的好多小祖先的前辈，身边就是那一位两位陪着自己的前人在散步。看看我们的崇德，一大堆的人围着我们的前人，前人就讲一句话，我们过去跟他们一起聊聊天，也很感人。我的因缘好，所以老天给我这么多的人才，我们崇德才有今天的道场。看看那些的同修前辈，每一个人哪一个人不是为了办道？也许是因缘的关系，他们的因缘道亲并不多，但是他们也很难过啊。看到我们崇德一圈又一圈的，他们自己人这么少，我们应该过去照顾他们。各位在这前显，这就是前人的义气的表现。那真正看到自己的同修，也许我们人多，但是莫忘大家的心中同修姐妹那一份心里面的有一点点自卑或是有一点所谓的心里难过。我们人少大姑人多，老人家并没有这么想，我们走过去，我们大家融合在一起，都是同修什么？都是同修姐妹。各位在这个前显，发一崇德的大道场，也有因为因缘不同，有些人办得好，有些人办得少，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分彼此。见到办好的人，说一声恭喜；说到办少的人，我们牵着手，我们大家一起走下去，都是同修共办，因缘各有不同，但是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办道，也都是为了了愿。让我们大家以这份前人老示现的菩萨精神、忠义作风，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那才是我们今天的关键。所以老人家也就因为得到各祖先的尊敬，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呀。没有办好的，老人家牵着他们的手一起走下去。逢年过节办不好的，老人家请他们吃个饭，给他们鼓励，没有关系，只要有心天会给我们机会；只要有愿天不会怎么样，不会离我们而去。只要有心有愿，需要我帮助的，我还可以帮助你们。这就是见道成道，我们前人的作风。因为老人家在1980年曾经在自己受过上天的考验，再走出来，更晓得办道的那份辛酸呢。所以老人家见到同修，虽然他们办的比较少，但是永远不会离他们而去，我会给他们更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发一崇德大姑为什么称为一贯道的母亲？很多人这么称呼，因为每个祖先都接受过我们前人不修习菩萨的关怀，这就是同修姐妹的义气。在晚年的时候，老人家的眼睛有点不舒服，也叫做视网膜病变引起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点所谓的白内障老人家总是感觉到眼睛越来越模糊，就因为道亲的介绍，找了一个眼界的眼科的名医在他的小手术中，老人家的视力恢复得非常非常的好。当老人家的视力恢复很好的时候，老人家第一个想到是宝光玉山王老前人，因为王老前人在那个时候的眼睛双眼完全模糊了，走路都需要人家搀扶着。前人就想到了，哎呀，这个医生医术这么高明，我们有一位自己的同修前辈，眼睛都看不到了，走路都是人家双人扶着，因为眼睛完全是模糊的，什么都看不到。赶快打电话跟王老前人说，哎呀，前人你如果相信的话，赶快来台中，我介绍你一个名医让你的眼睛试试看能不能够再恢复光明能够比较清晰一点。各位在座的前显，这就是我们前人的义气的展现。自己好，想到谁还没有，自己好还想到谁还可以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最敬爱的前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发一崇德大道场，我们有好的方法，我们大家一起提出来，我们有好的办道的方向，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大家说明。这不就是学我们前人老的忠义精神吗？忠于职责，不要只有自己好，义气不离众生，我们的义还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同修。这就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各位在座的前显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忠义精神里面谈到的是另外一个片面，叫做恕道。有义一定要有谈到前人的恕道。前人老永远对自己的后学很宽宏大量，犯错的都永远给我们机会。老人家不会假以颜色，在众人面前给他的后学难堪或是难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对最敬爱的前人永远感动在内心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敬爱的前人。所以从忠义精神里面再来谈到了忠恕的精神，让我们大家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各位在座的前显，还有一段来跟大家说明。前人老在东南亚办道，从1976年
1976年开始走进东南亚的时候，那时候辗转在东南亚半岛，因为那时候台湾的两岸关系并没有办法直接回去看还在家乡的父母，虽然老父亲先走了，老母亲还在，但辗转当中，我们的前人接到讯息，老妈妈身体也不好了，所以前人老在台湾办道，永远想到了离乡背井，却还没有衣锦还乡，家中的2位老大人却慢慢的走了一位，只剩下一个妈妈，却又传出了身体不适，即将也会可能就离开人世间。作为人家的儿女，一定想回到自己的家人，看看最后自己的双亲大人一面。但台湾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环境的关系，两岸并没有互动交流，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回去。但是从东南亚可以辗转的回到天津，去看自己的父母啊，看看自己的家乡的家人啊。但是那个时候在泰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在泰国也好，日本也好，可以转机呢，可以从泰国曼谷直接转回到北京回天津，可以在日本转机从东京回北京回天津。所以好多的人劝我们的前人，领导，我们回去，我们转机回去，我们回去看看自己的妈妈已经在养老过程当中，回去看妈妈。好多人劝我们的前人，虽然台湾没有办法飞过去，从曼谷也好，从东京也好，可以直接辗转的我们回去。众后学们，海外的众后学也帮着前人老想尽办法，可以在那边买一张机票，2位同行者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去看看自己的母亲。前人老往往驻足于曼谷的机场，看着机场写着北京，在东京的机场看着飞机起飞写着入口可以回北京的班机。老人家总是想着，我如果这周回去，辗转的见到了我自己的妈妈，能够尽到一份儿女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也尽一份孝心。但是如果政府不谅解我回来的时候，对我不谅解，我们的道场怎么办？我们崇德那么多的后学怎么办？有时候就把这份的孝啊，因为这份的所谓的想到自己的众后学，想到自己的道场，老人家还是把这个孝放下了。总是讲这句话，我没有办法尽孝于我的父母，我只有尽忠于道场，尽孝于老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前人不断的在每一班讲孝道，感动多少的人？有父母要好好的相守，有父母好好的尽孝，不要等到父母不在了，想要尽孝。所以才有这句话，想尽孝的时候父母不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欲尽孝而亲不在。所以这种情况下，老人家体会最深刻。所以老人家就是从此之后永远想的是道场，永远想的是我们台湾的众后学。老人家真的没有回去。到了民国76年1987年，两岸有老返乡探亲的时候，老人家才有机会再踏上自己的故乡。但是回去的时候只带了一张祭文啊，什么都没有带。所以在自己的双亲父母的坟前念着这张祭文，表述着自己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我们随家在旁边的人看着都感动到泣不成声啊，感受到前人老忠于自己的职责，却离开了父母，而为了我们这些众后学的义啊，却没有办法与父母相处。所以我们只有把这段的故事转述出来，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老人家就是这样的大慈大悲啊，忠于职责啊，忠于自己的愿力，又放不下崇德正在起步的道场，又放不下这么多正在发心中的众道亲。所以各位在座的前贤，老人家回去是带一张祭文回去，所以他老人家就在父母面前更是表白着，我把我对父母思亲之意转为人间的孝道，用我的孝道来让所有天下的儿女对父母都能够尽一份心啊。各位在座前贤，所以为什么前人老班的孝道的因由从这边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为了办道离乡背井，为了我们道场，为了我们后学，没有回去再见他老人家双亲父母最后一面，把一切都留给了我们这些众后学。是否我们今天可以再静一下心，回想一下，真的好好的尽孝吧，也好好的尽心。最重要是要对我们的愿力要有所表白，
不要忽略了我们今天自己的许下的愿力，学前人的忠义精神，忠于上天，忠于天子，忠于我们的职责，忠于我们的义。义是谁？就是我们的道亲，不离不弃的，那才是关键。所以后学今天在这个第二个部分把一些印象中点点滴滴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各位在座的前贤，老人家在晚年的保健过程中，又有一件事值得来跟大家做分享。美国的众道亲知道前人身体状况并不好的情况下，特别从北美飞回来跟前人请安。老人家那时候在光会，老人家那时候双腿不在保健，大部分都用轮椅来代步。众后学们就推着前人在我们的光会散散心，谈谈话把大家围绕着前人闲话家常。北美的点燃师回来，前老看到北美点燃师回来好开心就跟他们也是闲话家常，就跟他们讲，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健，我会好好的做复健，我一定要再站起来，因为我还要再飞出去。北美的点传师看到了我们的前人坐在轮椅上，老人家铿锵的语气对大家讲，我会再站起来，我要复健我自己，我要再飞出去，我要飞出去看我的众后学。各位在座的前贤，前人永远用自己最鼓舞自己的话来鼓舞自己，用最感人的画面来给后学们去做示现。北美重点传师看到前人老永远为着众后学，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再站起来，还要再飞出去。在那一刹那当中，所有北美点传师以及我们随在身边的点传师们全部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个头，因为准备要回美国了。他们就讲，您老永远健康，我们在美国等您老回来。老人家说，你们放心吧，大家都好好保重自己，我会再站起来，我会再飞出去。老人家坐在轮椅上跟大家挥挥手，这一挥手，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老人家叫做天人永隔，跟北美点传师们就在这个挥手当中就在结缘训中再度相见。所以我们可以随着在前人身边点点滴滴的故事，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前人老修办精神中的一个见证。老人家练练就是道场，练练就是道悟，练练就是众生。所以从老人家的身上所展示的就是这份忠以及这份义，真的让我们讲不完说不尽。讲到这里，我们下一篇要讲忠恕。老人家的恕道永远对后学是原谅2个字，永远都是包容，在众人面前没有给众后学们假以颜色，却在背后不断的给我们机会。我们在下一篇后学再把前人老的忠恕精神来跟大家再做一个说明。所以忠义我们永远存在，所以在我们的关圣帝君的忠义精神展现在我们道场是忠义之邦，在前人身上叫做愿力表白，在我们身上永远就是怎么样跟着前人的精神，紧随发一崇德这一脉经线，紧随着我们的前人老前人师尊师母老祖师的宏愿，我们在人世间普度众生，完成我们的人间愿力，把办得越多越好。所以老人家讲的三多四好，四好要好，三多要多，让崇德道场在我们的忠义精神下更大更广更宽，3界人才都弘展。下一次我们再见，我们一起来说忠恕包容的精神。有不圆满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贤多多包涵，或许只是用个人的经验以及所看到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转述而已。我们大家一起为我们的愿力，我们大家尽心，为我们的道场我们一起在付出。祝大家平安，也祝大家健康，各道场都大悟弘展。谢谢大家。
哇，刚听完金怡的分享，真的非常感动，真的很感动，眼眶都泛泪。对，尤其刚不修菩萨有三世修来缘分重，七世福田才能够在崇德修办，所以我们要好好肯定，报恩了愿再出发。尤其听到前老为了呢台湾的众生能够在台湾修办到不受阻碍，放弃呢回到家乡见父母的那一段，让我非常感动。前老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守护着我们的道场，把我们像孩子般这样子的疼爱。那讲到这边要跟你讲一件事情，这集是最后一集，为什么是最后一集？不是还有树吗？忠义精神，接下来是树道的精神，所以这是符合马不停蹄，不停换主题，好不好？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换题目，让大家多元多方面的来了解更多的精神跟故事。好 ，OK， 没有问题。好，那在结束之前呢，做一个动作，就是干嘛呢？订阅、按赞、分享、点铃铛。对，记得订阅哦，按赞、分享、点铃铛。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下个月见喽，拜拜。每尊蓝天刻画你崇高理想。每朵彩霞映照您的慈光，那是敬爱的前人，那是伟大的前人，照亮我们光明的康庄。您用生命泉水把我灌溉，慈心血把我栽培，就像温暖的朝阳，就像无限的希望。前人我们多么敬爱你，前人的教诲铭记心怀，前人的脚步紧紧跟随，前人的精神效法弘扬，前人的恩情永生难忘。亲爱的前人，是你牵引我们步上人间的之山。亲爱的前人，是你引领我们走向神仙。